1万年前，我渡劫失败，假死万年。1万年后，天道金榜现世，曝光世间10位至强者，登榜者皆可获天道赐福。一位位古今强者相继登榜，有魔门帝皇，有仙族女帝，亦有妖族大能。无数人为此惋惜。如果万年前那位逍遥仙帝还在，他必然是第一。就在榜首即将公布的刹那，无数人翘首以盼。下一秒，天幕出现一道伟岸身影，他身着白袍，屹立天穹，手持3尺清风，直到那张脸侧过来说出那句狂妄宣言，众人才认了出来。不再是一天，天下皆为蝼蚁。第一名，逍遥仙帝，天地境界。无数人倒吸冷气，万年前他没有死，这一刻天地大变，世界乱了，而我此时正混在人群中，看着金榜露出无奈笑容。看来没法再装下去了。此时，金色的天道金榜4字悬浮天穹，闭关中的秦州女帝柳青寒睁开眼，惊讶道：“天道出手岂会吝啬？或许这奖励能让我突破天地。”随即眼眸中闪过思念，他还在的话，那第一名肯定是他吧？可惜生不逢时，如果金榜是1万年前出现，逍遥定能突破天地。与此同时，妖州神兽圣地的4位仙帝也同时仰望天穹。青龙仙帝皱眉道：“这金榜好生玄妙，我竟然看不透。”玄武仙帝呵呵一笑：“这可是天道所布下的至宝，岂是吾等能看透的？”朱雀女仙帝淡笑：“我们4位仙帝乃妖族最强者，应该能排到前4名吧？”白虎仙帝冷哼：“幸好那位已经死了，要不然我等必然被压一头。”其余3人微微点头，若那人不死，第一之位毋庸置疑。天穹之上，鸿蒙之声继续响起。第10名，秦州女帝柳青寒，先帝初期，奖励5行大道原液，生生不止丹。下一秒，金光飞向秦州，柳青寒看着奖励大为震撼，竟然是原液。有了这原液，我能在5000年之内突破天地。同时，雷神宫内，雷震天勃然大怒：“怎么是这个臭婆娘排第10名？难道她比我还强？”他看着金榜，双手合十，可一定要让我上榜啊，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第9名，雷霆先帝雷震天，先帝初期，奖励雷霆大道原液，万雷剑。而柳青寒听闻大惊失色，不好，雷震天得到这么好的奖励，过不了几天就会来杀我，尽早闭关。雷震天则狂笑不止：“柳青寒，你没想到吧？我的奖励比你的好，你这次死定了。”随后排名连续跳动，第8名玄武，先帝圆满，他傻眼了，我竟然才第8名，这金榜是乱排的吧？待听到奖励是远古玄武精血，他又心花怒放。紧接着，第7名青龙，第6名白虎，第5名朱雀。青龙不敢相信，我们4个都进不去前4名，这个金榜怎么回事？是假的吧？这个金榜肯定有问题。天道瞎了眼，白虎脱口大骂，瞬间被一道天雷劈成焦黑，倒地晕厥。朱雀无奈叹道：“看来我们的实力太弱，连前4名都进不去。真想知道前4名究竟是谁，竟然比我们都要厉害。除了那魔帝之外，还有谁？”鸿蒙之声再次震彻，今日公布完毕，前4名将于明日全部公布。而在秦州城的财来客栈中，我正啃着鸡腿，醉醺醺的站起身，这么快就不公布了，真没意思。回去了。我看着金榜慢慢消散，有些意犹未尽，还想着看金榜会不会曝光自己。如果曝光了，那些人又是什么反应？结果要等到明天，真是无趣的天道。小二结账，小二结账！我大喊一声，满是酒气。客官，您之前放在这里的银子还没有花完了。小二急匆匆跑来，搀扶着我走向后院。客官这边走，您的马车在里面。随后马夫送我回到山上的老宅，这里清静惬意，是我假死后选的隐居地，而我在这里生活已经很多年了。村民都说我是仙人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我的容貌从来没老过。马夫走了没多久，外面来了个憨厚的汉子，他是我邻居曾小牛。他把我扶上床，嘿嘿笑道：“李叔，您要不要媳妇啊？”小牛，我看你孤独了那么久，也该找个媳妇了。我神志不清，迷迷糊糊的应道：“要，你送来吧。”好嘞，你等着哈，我马上给你带上来。去吧去吧。夜深人静，我迷迷糊糊醒来，瞬间解开封印，周身修为一荡，醉意荡然无存。喝醉酒的感觉还是那么舒服，明天继续喝。我淡然一笑，忽然我眉头微皱，神识扫向厨房，那里竟然有个美艳的女人在做菜。我身形一动，瞬移至厨房，看着女人忙碌的背影，冷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来我家干嘛？”那女人被影吓得浑身一颤，手里的碗掉了下去。可就在碗即将碎裂之际，我指尖微动，用灵力稳稳将其接住，放回原处。随后目光冰冷地审视着她。女人慢慢转过身，在看清我的瞬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。那个汉子没骗我，这个男人真的很帅。但很快她想到自己身为女帝，日后还要复仇，怎么能被男色诱惑呢？片刻后，她压下了心中的波动，低声开口：“我是曾小牛带来的。他说你答应做我的相公了。”我愣住了，自己什么时候答应做他相公了？虽然这女人却有几分姿色，但我见过的仙女何其多，怎会随口讨要媳妇？想来是方才醉酒时胡乱答应了小牛，那是我醉酒后的胡言乱语。你快回去吧，我不缺媳妇。我甩了甩手，直接下达逐客令：“求你了。”女人猛然跪下：“我如果回去会死的。”我面色平静看着女人，见我无动于衷，她开始演戏，哀声编造凄惨身世，声称自己被父母变卖，若被赶回去定会被打死。她甚至提出不求名分，只想在这里借住1年，时间一到她就立马离开。我沉默半晌，突然开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叫陈琳。女人一愣，旋即立马开口答道：“行，你留下吧，自己找个房间住下便可，但不能妨碍我的生活。”话音未落，我便凭空消失。陈琳怔怔地看着我离去的方向，心中暗啧：此人果然是修仙者，不过隐居于此，想来实力最高不过元婴。他打量着屋内浓郁的灵气，低语道：“这里的灵气太充沛了，凭借我前世经验，1年时间必然可以突破到化神。”女人之所以想留下，就是看中了这里的灵气。她不知我早已用混沌神瞳看穿了她的底细。她本是大地强者，5000年前被徒弟背叛杀害，昨日才夺舍这具身体，而她的前世竟是我的一位故人之女，还真是缘分啊！我坐在房中自斟自饮，感慨世事无常。既然是故人之后，留她在此修行1年也无妨。就在这
这时，外界忽然乌云遮天，电闪雷鸣，我感知到了一股凌厉的仙帝气息。那不是秦州女帝柳青寒，而是外来的雷震天。我闪身来到天穹之上，隐于云端。柳青寒一声狂吼，震颤天地，吾乃雷霆仙帝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雷震天趁着柳青寒还未炼化奖励，手持仙气雷仙剑前来截杀。柳青寒飞身应战，冷斥道：“雷震天，你一个手下败将又来找死！”柳青寒，我看你是疯了不成？我可是第9名，怎么可能是你的手下败将？今日你就受死吧！两位仙帝瞬间激战在一起，秦州大地剧烈震动。我微挥衣袖，降下一丝灵气，稳住脚下的荒山，免得凡人遭殃。山下的百姓见山体安稳，纷纷朝着山顶叩头，直呼仙人显灵。天际战场中，柳青寒虽拼死反抗，却终因对方持有仙气而身受重伤。哈哈哈！柳青寒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雷震天狂笑着，雷仙剑指向他的眉心。柳青寒绝望地闭上眼，泪水滑落，口中呢喃：“逍遥，我来陪你了。”滚！我冷哼一声，一道恐怖的气息瞬间席卷，雷震天如遭重击倒飞而出，一柄飞剑闪烁着寒芒，精准地停在他瞳孔前1厘米处。雷震天被那股杀意惊得魂飞魄散，颤声求饶：“前辈，我与您无冤无仇，为何出手？”我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，威严莫测，100年之内不准迈入秦州半步，否则死！晚辈保证100年内不再踏入。雷震天哪里还敢停留，当即化作流光遁走。柳青寒呆坐在地，痴痴地望着虚空。逍遥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他，他自嘲一笑，他已陨落万年，怎会是他？他吞下奖励的生生不止丹，对着虚空躬身，感谢前辈出手相助，小女永世不忘，将来必定报答。我站在屋顶，负手而立，轻声叹息：“小妮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出手，100年时间你也该成长了。”次日清晨，天道金榜再次光芒大放，金榜现世，继续公布前4名。第4名，冥界之主罗明，仙帝大圆满，奖励鬼之大道元业，10亿凶鬼番。什么？竟然是冥界之主！青龙仙帝惊呼出声，白虎仙帝苦涩一笑，果然如此。这些老东西一个个扮猪吃虎，我们自以为天下最强，真是出糗了。冥界幽冥殿内，罗明解除修为屏障，狂笑道：“藏了万年，既然曝光了，那便不藏了。”天道果然大法，但这仙帝大圆满竟然才第4。紧接着鸿蒙之声再次响彻天空。第3名，混沌界之主许下，仙帝大圆满，奖励毁灭大道元业，混沌轮回术，噬魂刀。这下连魔帝前众也坐不住，又是一位仙帝大圆满，我倒要看看谁能拿着第1。难道世间真的还有天帝？全天下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金榜，4位神兽仙帝更是屏息凝神。若逍遥仙帝不在，魔帝应是榜首无疑。柳青寒喃喃自语：“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那你肯定是第1名吧？”在他心中，唯有李兰配得上那个位置。鸿蒙之声再度响起，却让所有人彻底傻眼。第2名，魔帝前众，仙帝大圆满，奖励魔之大道精纯元晶，远古魔神精血，魔渊剑。连魔帝都才第2名，柳青寒瞳孔骤缩，那第1名究竟是谁？神兽圣地内，白虎甚至产生了大逆不道的想法，太离谱了！难道第1名真的是天帝？可5万年来根本没人渡过天地劫。青龙与玄武也纷纷摇头，坚信世间已无天帝。就在此时，朱雀忽然抬头看向金榜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你们说，逍遥仙帝会不会没有死呢？”朱雀的话让另外3位仙帝顿时瞪大双眼，愣了良久。青龙连连摇头：“不可能的！”大家都看着那场雷劫，逍遥被雷霆劈中，当即灰飞烟灭。我们搜索了几个月，一丝神魂和肉身碎片都找不到，甚至连储物袋都毁了，他的法宝都随着雷劫灰飞烟灭了。玄武也叹道：“没错，当年可是整个玄尘仙界都出动了，他们都想要逍遥的法宝和功法，结果一根毛都找不到，逍遥怎么可能活得了？你这个想法不切实际。”说得对，逍遥死了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天道的威力不是他能抵挡的，早已魂飞魄散。白虎点头附和，朱雀却紧盯着金榜反问道：“那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既然没找到尸体，为何判定他死了呢？”这个问题让3人再次语塞。总之，他不可能活着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直接变回本体，让你骑3天。白虎信誓旦旦地赌咒，其他2人轰然大笑，唯独朱雀望向金榜，眼中带着某种期待。第1名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能压制这么多仙帝？总不会是个寂寂无名之辈。此时的魔州魔门，坐在魔神殿内的钱仲一脸懵逼，他看着榜单，不敢相信地发出疑问：“我竟然才第2名！”他想不通，自己仙帝大圆满的境界，单挑4神兽任何一位都能稳赢，竟然才排第2。此前他无比自信，认为榜首非他莫属，现在的排名简直是在啪啪打脸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才第2，谁能第1啊？钱虫喃喃自语，在他心中，唯有那位死去的宿敌有资格赢他，可那人已经陨落万年，这不公平。他死死盯着金榜，迫切想知道是谁踩在了自己头上。山中小屋里，陈琳同样惊讶，魔帝竟然才第2名，他不是公认的最强吗？公认是谁？他怎么就最强了？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后，陈琳回头看到是我，顿时就笑了。你好歹也是仙人，难道不知道魔帝钱仲是当今最强的人吗？我笑着调侃，可我怎么听说他以前一直都是万年老2？我回想起当年钱仲屡次向我挑战，却每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无论秘境夺宝还是修为进境，他永远慢我一步，被世人戏称为万年老2。嘘！陈琳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比划晋升的手势，别乱说话，小心被别人听到。仙帝不可辱，魔帝更不可辱。闻言我忍不住发笑，当年我辱他的时候还少吗？你有所不知，当年是逍遥仙帝一直压在钱仲头上，他才被世人称之为万年老2。可是陈琳神色黯然望向金榜，可是那位逍遥仙帝在1万年前就死了。看他如此落寞，我微微一怔，他即便听过我的名号，也不该露出这种如丧考妣的表情。你似乎很难过，我疑惑问道。陈琳连连摇头，勉强笑道：“没有，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。总之，当今最强就是魔帝钱仲，如果逍遥仙帝没死的话，那他肯定是第1。我并不知道陈琳前世曾视我为信仰，
追随我的脚步才能够成为大敌。我和他一起看着金榜，等待着最后的宣告。而就在第2名奖励发放完毕的瞬间，天地异变陡生，神魔虚影重现人间，那种威势远超前9名，引得天下哗然。这第1名公布还有异象，这也太有排面了吧！真是让我越发期待第1名究竟是谁了。9位登榜先第一露出艳羡之色，究竟是谁能有此等异象？随着雷声滚滚，金榜竟然开始变大，直到变大3倍之后才停下来。天幕中竟出现了如投影般的战火画面，尸山血海，战火焚天，万妖嘶吼。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大战，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到处都是嘶吼的妖兽。人类在自相残杀，亦或者在跟妖兽搏斗。神兽圣地内，青龙惊异不定，你们有没有觉得眼熟？其余3人重重点头。突然，玄武惊恐地指向光怒：“青龙，那是你！”画面中，一条遍体鳞伤的青龙奄奄一息。青龙猛然惊醒，大喊道：“这是仙剑之战！2万年前的那场大战，人仙魔妖鬼5族都参与的大战，只为抢夺一柄天道仙器。”青龙的话让其他3人久远的记忆瞬间复苏。玄武瞪大双眼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们还没突破仙地，那一战打得天昏地暗，足足打了1年才结束。那是他毕生的噩梦，因为那一战的主角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我一个人独占天下群雄，最终夺得仙剑，甚至在那场战斗中突破，成为第1个仙帝。”白虎疑惑不解：“可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2万年，天道干嘛将这一幕重新放出来？难道第1名跟那场大战有关？”话音刚落，4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，脑海中蹦出同一个名字：逍遥仙帝。此时天幕中出现了魔帝钱重的身影，他正颓然坐在尸山前，自嘲一笑。果然，万年老二一辈子都是老二，终究还是不敌他。看到这一幕，世人皆惊，连魔帝都无可奈何。那人除了逍遥还能是谁？可他已经死了1万年啊！钱重死死盯着画面，内心竟涌起狂喜。你没死，对吧？你还活着。如果真的是你，那我还有对手，无敌太久的他，竟渴望那个能打败他的人回来。秦州女帝宫内，柳青寒激动的浑身战栗。逍遥就是从这场大战中突破的仙帝，我记得他确信今日那个救他的声音就是属于我的。你一定还活着的，对吗？无敌的存在怎么会被天劫灭杀呢？此时的天幕出现一道道熟悉的身影，甚至有很多当年死去的天才令无数人惋惜。直至出现一柄剑，一柄通体银白，剑身刻印着鲲鹏的长剑出现在画面中。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纷纷都认出来了，鲲鹏仙剑。天幕之中的鲲鹏仙剑急速飞行，划破长空，那是5万年来第1把先天仙剑，最终被一袭白袍稳稳抓住。画面中的我左手负后，右手持剑，长发随风猎猎作响。逍遥仙帝，柳青寒如少女般尖叫。青龙看着那道背影感慨万千，天下谁人配白衣，唯有仙帝李逍遥。这句话果然没说错啊！万年前被支配的恐惧再次浮现于众仙帝心头。就在此时，画面中的我微微侧头，露出半张绝世容颜，冰冷的眼神穿透天幕，杀意横贯古今。随后那句狂傲的宣言震彻寰宇：不再是一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如此。霸气绝伦，除了逍遥仙帝，没人配说出这句话。世人沸腾了，有人惋惜天妒英才，有人因这传说而振奋。而我正站在山顶老宅前，看着那定格的画面，淡淡一笑。这第1名确实除了我，谁拿都不合适。神兽圣地内，4位神兽皆是摇头苦笑。青龙遗憾道：“这句话虽然霸气，但他真的做到了，只可惜死了。我这辈子没服过多少人，他是唯一一个。”白虎亦是苦笑道。玄武看着天幕中的背影，长叹一声：“天妒英才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不信逍遥仙帝还活着吗？”朱雀淡笑开口。其余3人身心一震，随之仍旧摇头。他们更相信双眼所见，那日李兰魂飞魄散的景象绝不会假。朱雀望向天幕，语气悠然：“有的时候眼睛不一定是真的，也可能欺骗了我们。”而在魔门，钱重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中透着几分郁闷：“天下皆为蝼蚁，哈哈哈！也就你敢这么说了。1万年来，他从未有勇气说出此话，因为他自认做不到。毕竟他一直被那人压制成老二。他在心中暗道：既然如此，那第1名真的是你吧？”女帝宫中，柳青寒此刻像个怀春少女，看着天幕几乎要流出口水。好帅，好霸气，我好爱。他此时已确信李兰未死，可世界之大，该去何处寻找隐姓埋名的他？冥界之内，罗明淡笑道：“当年我没有参与那场战争，却依旧能听到你的名字，只可惜你死得早，要不然真想跟你切磋一番。”山间小屋里，陈琳盯着天幕中的背影，满目崇拜地喃喃自语：“他真的好帅，好霸气啊！”我闻言咧嘴一笑，调侃道：“那你不觉得我比他帅吗？”陈琳猛然回头，眼神中竟带着杀意，冷声警告：“我警告你，不准诋毁逍遥仙帝。”但转瞬他又想起我的实力强忍怒火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刚刚说话过分了，还希望你不要赶我走。”看着这变脸如翻书的故人之后，我心中暗笑，这丫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吗？我宽慰道：“没事，继续看吧，或许逍遥仙帝真的还活着。”这次陈琳没有反驳，只是微微侧目看着我。方才天幕中那半张侧脸，让他诡异的觉得与我有些神似。可他随即摇头，绝世无敌的逍遥仙帝，怎会是这种住在荒山野岭的乡野村夫？随着天幕画面消散，鸿蒙之声再度响彻云霄。3万年前，一位拥有无敌之姿的仙帝诞生了。他10岁筑基，18岁金丹，30岁元婴。2万年时间，他已见正道，成为剑道魁首，仙中帝皇。2万年前，他独占1万人，夺得鲲鹏仙剑，成功渡劫成仙帝。曾声称在世一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如此。往后万年，他天下无敌。只可惜在1万年前，他突破天地时遭遇雷劫，一不小心魂飞魄散。听到此处4神兽与钱重皆露颓然之色，柳青寒更是失魂落魄的瘫坐在地，连天道都判定其陨落，还能有假？陈琳失望的垂下头，转过身打算回屋。原来他真的死了。唯独我看着天空，嘴角微抽。这天道明明知道我活着，
竟故意在这耍人。下一秒鸿蒙之声反转突至，但奇迹总会出现。逍遥先帝有着一件保命秘宝，他利用秘宝保住了性命，并且突破天地，成功活了下来。万年来他假死退隐，从此做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。第1名，逍遥天帝李兰，天地中期，奖励空间大道法则，混沌轮回拳，远古鲲鹏血脉，玄尘仙界瞬间沸腾，无数人震撼惊呼。那个万年前镇压世间的人不仅活着，甚至成为了唯一的天帝。女帝宫内柳青寒猛地冲向天际，看着榜首的名字喜极而泣，她立刻冷喝一声：五大战将，5道残影瞬息而至，跪倒在地，属下在，立即带人搜索整个秦州，所有姓李的，容貌特别出众的都给我请到宫来，属下遵旨。柳青寒满面春风，逍遥哥哥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而在魔州，钱仲仰头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你还活得好好的。他厉声喝令，10大魔将听令，10位圣尊圆满强者现身，异口同声：魔帝大人，属下在。钱仲大手一挥，丢出一幅卷轴，将这画像给我拓印100万份，这是逍遥先帝的画像，你们带领100万魔族去寻找此人，切记不得告诉任何人这是逍遥先帝，只有你们10人知晓，否则死。神兽圣地内，4神兽面色复杂，青龙感叹逍遥已达天地中期，白虎则为再次被镇压感到绝望。朱雀斜睨白虎坏笑道：白虎，明天可记得变回本体给我骑3天。朱雀姐，能不能放过我一次？白虎讪笑哀求：不可以。朱雀转身离去，只剩白虎在风中凌乱。才来客栈中，那说书老头激动的手舞足蹈，热泪盈眶。他虽未见过我，却在故事中对我倾注了毕生情感。山中小屋里，陈琳娇躯微颤，难以置信地盯着金榜。他猛地看向我，连连后退。难道说你真的是逍遥先帝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可能是逍遥先帝呢？我一脸冷笑的回应：你见过先帝住在这里的吗？我要是有那本事，早就像女帝一样住大宫殿了。陈琳神色阴沉，思索片刻后失望道：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但转念一想，逍遥先帝还活着，这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。看着他嘴角微扬走进厨房的背影，我彻底无语。这姑娘当年是怎么当上大帝的，竟这么好骗？忽然我眉头微蹙，右手变出一块绿色的玉佩，此时玉佩正散发着亮光，似乎在警醒着什么。这块玉佩究竟想告诉我什么？我看着手中的玉佩倍感疑惑。这就是当年救了我的秘宝。记得当时被天劫劈中，玉佩散发出如今这般绿光将我吸入，待我遁入虚无空间，重塑肉身与灵魂，才让我得以复活。在玉佩空间内，我不仅能完美屏蔽天道继续突破，里面还蕴含大量灵气且能封锁时间。我在里面开辟了灵田，种满了灵药灵果。来此定居的一个大原因便是这块玉佩的之意。万年过去，它从未再亮过，直至此刻，爸妈给我留下的这块玉佩究竟是什么？带我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喃喃自语。这玉佩自出生起便戴在我身上，3岁时我便发现了它的妙用，靠着逍遥鲲鹏体与玉佩灵气，才成为镇压世间的逍遥先帝。可10岁筑基时，父母不辞而别，我寻了万年也一无所获。今日玉佩异动，让我再次燃起希望。或许他们还在，甚至天劫重生的奇迹也是他们暗中相助。发放第1名奖励。至此，天道金榜已经全部公布完毕，灵气即将迎来巅峰，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3年之后，至尊金榜将重现仙界。随着鸿蒙之声响起，金榜没入天际，乌云散去，恢复往日的晴朗。此时我手中多了一本古书，一滴精血以及一块晶莹的天道法则。我随手将其收进玉佩，目光却凝视着天空。灵气巅峰，这万年来仙界灵气日渐稀薄，与我诞生时已是天差地别。现在的修士筑基都难，真是生不逢时。我敢肯定，未来天地将不止我一个。凭我如今天地中期的修为，未必能一直安稳躺平，但无所谓。我说过，再试1日，天下皆为蝼蚁，天道亦如此。我看着天空，双眸冰冷。天道并无惩罚，似乎也认同了我的话。玉佩的光芒再次熄灭，我无语地将其收起，回屋继续饮酒。此时的玄尘仙界已然变天，没过2日，柳青寒便宣布闭关100年，冲击仙帝圆满。随后妖州4神兽、魔帝钱仲、冥界罗明、混沌界之主纷纷宣布闭关，是要突破天地才出关。一时间，全仙界的高阶修士都陷入了疯狂修炼的狂潮。我立于山巅天穹，双眸流动着混沌之气，隐约间我看到了一丝模糊的未来，连混沌神童都看不真切。混沌神童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可能，未来的变化已经超脱我所能看到的范畴，未来将会一场乱世之争。模糊的预兆告诉我，我与这场乱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因果线密如蛛网缠绕不解。天下皆为蝼蚁，无论是谁，是什么东西，来一个杀一个。我负手而立，这是属于天地的底气。次日清晨，我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身体却在时刻吸收着庞大的灵气。师傅，师傅！孩童们的叫喊声响起，我睁开眼，看着4、5个跑来的孩童。师傅，这是俺娘让我带的腌菜，可好吃了。还有我的爹爹给我的大猪肉也很好吃，我的。我笑着收下这些礼物，回头喊道：陈琳，出来！陈琳走了出来，她的气息已达炼体7重，4天时间跨入7重，除开大地转世的底蕴，这里的聚灵阵功不可没。怎么了？陈琳接过食物走进厨房，却在门缝后偷偷观望。好了，大家都站好，一个个展示成果。如果让我不满意，可是会打屁股的。我拍手笑道，孩子们对我充满敬畏，立刻站得笔直。我看向扎着丸子头的小女孩，她是灵体，极具潜力。小丽，你先来，给他们打个样。小丽认真挥拳，起初软绵无力，随着动作流畅，竟引动灵气，散发出丝丝神韵。躲在门后的陈琳瞪大双眼，他身为大地转世，一眼看出这功法极其不凡。他心中惊疑，难道李逍遥真的是逍遥先帝？否则怎会教出这等拳法？两人的名字也太像了。他在厨房里偷学动作并完整打了一遍，只觉气血沸腾，境界竟隐隐要突破。
他想学更多，却见孩子们已经开始吃果子了，只能暗暗叹气，打算明天继续偷师。忽然，一股气息在大院里升起。师傅，我身体好热，还有点痛。小丽吃完果子，表情难受。我淡然一笑，拿出一枚吸髓丹，你这是要变强了，快把这丹药吞下去。小丽毫不犹豫地吞下丹药。门缝后的陈琳更是震惊，这小女孩竟这么快突破了炼体一重，而且李兰手里竟然还有吸髓丹。她既羡慕又怀疑，暗自思忖，我记得仙界有个传闻，逍遥仙帝最讨厌吃的就是鱼，要不我做条鱼来试探。想到这，他立马出门买鱼去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孩童散去，陈琳提鱼而归，他有些尴尬地走到我跟前问，那个，你之前给小丽吃的丹药还有吗？我变出一颗吸髓丹，玩味一笑，有啊，怎么了？陈琳吞了口唾沫，可以给我吗？那当然不可以，我跟你又不熟，干嘛给你？我直接收回了丹药。陈琳尬住了，咬牙道，我帮你洗衣做饭，各种家务都包揽，可以吗？这个不是你本来就该做的吗？我笑道。正当陈琳无措时，曾小牛匆忙跑上山，扑通跪地，李叔，不好了，村子来了一群人，他们要抢走小丽。李叔，求求你救救那孩子吧。我的眼神瞬间降至冰点。我来。陈琳自告奋勇。我看向曾小牛，带他下去吧。曾小牛看着陈琳有些迟疑，李叔，这能行吗？当然可以。陈琳昂首挺胸，我让小牛带他下山，自己继续坐着吃果子。山下村口，放开我女儿！臭婆娘，我们师兄看上了你家女儿，你竟敢对仙人不敬！啪！蓝袍男子一巴掌掀飞了小丽的母亲。娘！小丽哭喊着挥出一拳，蓝袍男子楚师兄见状躲开，眼中闪过邪光。楚师兄，这小丫头竟然会拳法，而且看上去好像比宗门的拳法还要强。楚师兄冷笑，抓起来，谁敢反抗就杀。我当是谁？几个炼体5重外加一个炼体8重，竟敢公然强抢孩童，找死！陈琳飞身掠入，一拳轰飞一名弟子。你是谁？楚师兄惊愕，原来是炼体7重，怪不得这么硬气。但我可是8重，那又如何？死！陈琳身为女帝重生，时息之间便将这几人悉数击杀。曾小牛在一旁看得大声赞叹，不愧是李叔教出来的，就是厉害。陈琳强忍住反驳的念头，毕竟他刚偷学了我的拳法。呵呵，炼体7重竟可越境击杀我炼师宗的外门大弟子，还有一个天生灵体，施展诡异拳法，这趟还真是收获颇丰啊！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一位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陈琳身后。陈琳盯着眼前突现的老者，心生寒意，他竟看不透对方修为，此人定在金丹之上。小丫头，过来！老者冷笑挥手，一股恐怖的无形之力猛地锁住陈琳的咽喉，将她生生提离地面。金丹境的神识镇压，陈琳虽是女帝重生，但以炼体之躯硬汉金丹实在太过勉强。就在她准备耗尽残存灵魂之力与之同归于尽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平地惊雷般响起，跪下！扑通，老者双膝重重砸地，骨骼爆裂声清晰可闻。他痛得仰头惨叫，痛！他满心惶恐，能言出法随镇压金丹的，唯有元婴之上。他急忙哀求：前辈，我错了，不知哪里得罪了您，恳求您老人家饶我一次。陈琳踉跄站稳，我已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前。李叔，李仙长，村民们见到我，如同见到了真正的定海神针。我并未理会他人的崇拜，一步步走到老者面前。每走一步，老者的心脏便随之剧烈震颤。前辈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，求您放我一次。他额头紧贴地面，身体几近崩溃，深呼吸，很快就好了。我语气平淡，老者尚未反应，身躯便猛地抽搐，双眼泛白，生机在3息之内彻底断绝，神魂俱灭。身后的陈琳看得目瞪口呆，那是搜魂术，极邪极恶，他难道是魔族？陈琳，我忽然开口，他猛地回神，在，你帮我看好大家，我去就回。话音刚落，我已消失在原地。通过搜魂，我已锁定了500里外大山深处的炼魂宗。这些人为了修炼邪功，竟大肆残害童女，如此畜生行径，没必要留着了。我瞬息降临炼魂宗上空，俯视着那脆弱的护宗大阵，轻描淡写的吐出一个字：破。护宗大阵瞬间崩碎。是谁？元婴大圆满的炼魂宗宗主破空而出，怒吼道：你是何人？竟敢毁我炼魂宗大阵，杀尔等之人！我这人非常讲道理，给尔等2条路选择，一是自杀，2是被我杀，选吧。我的声音如黄钟大吕，震彻山谷，狂妄至极，找死！他怒而拍出一掌，灵气巨手轰然而下，在那掌印距我仅存毫厘时，我冷漠开口：看来你替所有人做出了选择，那就死吧！刹那间，灵气巨手消散，炼魂宗宗主双膝跪空，惊恐地发现全宗上下都在灰飞烟灭。不，宗主大人，我不想死啊！不要，我不要死，我什么都没做啊！宗主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哀嚎声此起彼伏，那宗主绝望嘶喊：你滥杀无辜，惨无人道，你会得到报应的！天道是不会放过你的！在他化为灰烬的前一秒，他听到了我最后的回答：天道，他敢吗？天下皆蝼蚁，天道亦如此。一念之间，炼魂宗夷为平地，回到村子。陈琳正焦急等待，见我归来，他赶忙上前：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已经解决了，回去吧。回到山顶小屋，我将吸髓丹随手丢给陈琳，表现不错，记得做饭。好，谢谢。陈琳欣喜接过。不久，饭菜上桌，陈琳也学着村民喊我：李仙长，可以吃饭了。我起身走进厨房，那桌上的果子你拿去吃了吧。陈琳本以为那是反果，随口咬下一口，体内竟瞬间爆发出磅礴灵力，砰砰砰3声响，
他竟原地突破至炼体10层，随即借着洗髓丹之力，顺势冲破筑基。我突破筑基了！他狂喜之余，猛然想起自己为了试探我，特意做了一盘鱼，传闻逍遥先帝厌恶鱼。他急忙冲进厨房，却发现盘中只剩下一副整齐的鱼骨。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吃呢。不过筑基之后辟谷了，也不用吃饭，洗碗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消失不见。陈琳正在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看来他并不是逍遥先帝，堂堂先帝怎会不挑食呢？他哪里知道，当年我屠戮深海3个月，只是为了夺宝，从未讨厌过鱼。回到房间，我取出一壶仙酒，神识笼罩秦州，独酌独饮，看人生百态。这万年来，无敌带来的孤独早已渗入骨髓。忽然，我放下酒杯，对着空无一人的虚空淡笑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下喝点。瞬息间，时空静止，飞鸟定格，陈灵凝固，整个玄尘仙界都在这一刻陷入停顿。一个身着白色旗袍的冷艳女人凭空出现，端起我倒好的酒，嗤笑道：“没想到天道之下第一的天帝竟然窝在这里喝酒，你真是让我失望。”我面色如常，斜睨着这位不请自来的天道。所以你来干嘛？身为天道不去管理玄尘仙界，反而来找我喝酒。李兰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大事将至，你我自身难保。错，是你自身难保。我随时离开这里便是。准确告诉你，10日过后，灵气喷发，玄尘仙界将回归远古时代。天道语气冰冷，我挑了挑眉，却听他继续道：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远古时代的那些老怪物也会随之苏醒？我重新靠回一杯，所以呢，关我什么事？那些老怪物苏醒就苏醒呗，我现在只想躺平。”李兰，我不知道你是真这样想，还是不愿去面对。我们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眼神逐渐冰冷，天道戏谑地看着我，你真以为没人知道你的身份？你真以为你可以忘掉过去，从头再来？别太天真了。李兰，不对，应该叫你李逍遥才对，这是你新的名字。还是说我应该叫你鲲鹏圣子呢？我陷入沉思，他却步步紧逼。当年你突破天地时，就已经觉醒前世记忆了吧？前世你是怎么死的？我可是亲眼目睹。你是人族与鲲鹏族诞下的弃子，鲲鹏一族认为你血脉卑微，痛下杀手。你重活一世，难道真能不在乎？没错，当年我觉醒时便已知晓，我曾是远古时代的鲲鹏天帝，因被本族视为异类围攻致死，才有了这2万年的轮回。正如我所说的，远古时代的那些老怪物都会苏醒，鲲鹏一族亦如此，他们一定会找到，再杀你一次。天道冷笑，对了，你父母消失不见，也跟鲲鹏一族有关。我猛然抬头，杀意冲霄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天道对我此刻的反应很是满意，想知道，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：10日后，远古时代复苏，我需要你帮我找到8具尸骨，只要你找齐了，我会给你想要的答案。尽情变强吧，未来大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逍遥天地，天道凭空消失，时空恢复流转，只有一卷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卷轴落在桌上。我看向卷轴，双眸重归幽深。我将卷轴铺开，那是一张详尽的玄尘仙界地图。我曾走遍仙界，对各处了如指掌，可地图上却多出许多从未见过的标识。再结合天道之言，我断定这些是埋藏在深处的远古遗迹。我收起卷轴，眼中杀意渐浓。鲲鹏族，尔等若敢降临，我必杀之。转眼5日过去，陈灵静静神速，以致筑基圆满。这一日，屋外响起敲门声，请问李逍遥可在？陈灵走出厨房，见是几名银甲侍卫簇拥着一名金甲统领，皆是金丹修为，尔等找李逍遥何事？陈灵冷声问道。金甲统领沉声开口：“吾等是女地宫的人，听闻这里有位姓李的仙长，不知属实。”陈灵心中一凛，柳青寒在找姓李的人，难道是在搜寻逍遥先帝？他正揣测着，我已推门而出，有何贵干？我淡淡开口。几名侍卫见我相貌俊朗，神色皆是一变。那金甲统领刚要说话，双眸忽然变得呆滞，随即木然摇头：“打扰了。”说罢，一行人竟直接撤离。陈灵一脸懵逼地回头看我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不是来找你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人家是女地宫的人，来找我干嘛？我随口应道：“你不就是？”陈灵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眼见对方看了一眼就走，他愈发笃定我并非那位先帝。你已经快突破金丹了。我笑着又丢给他一些果子，赶紧成长吧，这个世界很快就要变了。陈灵神色严肃地接过果子，多谢。他刚回厨房准备突破，大地忽然剧烈震颤起来，山摇地动，宛若灭世。震！我冷喝一声，震动瞬间平息，怀中玉佩疯狂闪烁绿光，面前的高山猛然喷发。我心念一动，将漫天碎石化为虚无，山顶喷涌出恐怖的能量气息，紧接着是一声怪异的吼叫，震得陈灵跪地哀嚎。痛！我的脑子！我丝毫不受影响，只觉那声音无比耳熟。我随手布下大阵笼罩大山，闪身进入山腹，深处禁锢着一只巨兽，龙头鱼身，庞大无际，却被无数沉重的锁链束缚。鲲！我失声惊道：“我是鲲鹏圣子，而眼前的生物正是鲲鹏的前身。这只鲲生命垂危，境界仅在筑基，且被一种连我也看不透的禁制大阵死死封锁。李逍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”空灵虚弱的声音在我脑海响起：“你认识我？当然，你手上的鲲鹏玉便是我给你父母的。当年你父母救了我一命，我报答他们。”我低头看向玉佩，原来它叫鲲鹏玉。鲲鹏玉是鲲鹏神女独有的本命法宝，我给你留了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，但现在看来，你似乎已经用了。我心头巨震，你是第几任的鲲鹏神女？忘了，时间太久远了。我只知被关押此处，已经100万年之久。100万年，我唤出逍遥仙剑，灵力剑气劈在枷锁上，却瞬间消散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捆鲲锁是数位天地炼制而出，再加上周围的锁天大阵，即便是天道都没法解开，我是逃不掉的。鲲告诉我，他因爱上人族，被鲲鹏一族视为叛逆，不仅爱人魂飞魄散，他
他也被镇压于此。日夜抽取修为，我紧握仙剑，久违的杀意涌上心头。我会想办法救你的，一定没用了。不出10日，我便会死在这里。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怎么样了。见他动弹不得，我取出天道奖励的那滴远古鲲鹏精血，不知这滴精血可否帮到你？鲲大为震惊，竟然是远古鲲鹏精血，此等宝物，你不自己炼化吞服它，你极可能蜕变成鲲鹏吞天神体。呵呵，变成真正的鲲鹏。我冷笑，我因身为半人而自豪，更恨透了那个种族。区区神体，我自有他法，无需多言，你拿去用吧。精血入体，鲲的气息开始疯狂飙升。这时，山外传来嚣张的叫阵声，里面的人滚出来，此地是我们的，这里属于秦州白云宗地盘，识相的就赶紧滚出来。我眼底寒芒一闪，对鲲说道：“你慢慢恢复，我出去清理垃圾。”大山之上，无数修士凌空而立，为首的是白云宗人仙圆满的宗主周易，以及另一方势力的人仙强者王纯。强大的威压逼得陈琳和村民们筋骨欲裂。尔等是何人？我缓缓升空，神情冷漠。周易看不透我的修为，心中狐疑，但见陈琳不过筑基，便认定我只是靠秘宝隐藏修为。小子，这里是我白云宗的地盘，里面发现的宝贝属于我们白云宗。周易傲然开口：“5息之内，若不离开，死！”我平静地看着他们。周易和王纯对视一眼，随即狞笑：“小子，别以为你有秘宝可以隐藏修为就想吓退我们，给我上，将这小子粉身碎骨！小心！”陈琳惊叫：“5息已到，既然你们选择受死，那就是死吧！”我体内灵气轰然爆发，刹那间，方圆千里的修士同时炸成血雾，神魂俱灭。看着下方目瞪口呆、满脸写着不敢置信的陈琳，我并未理会，他显然被我一念秒杀2名人仙的手段吓到，而村民们则欢呼雀跃，看向我的眼神愈发敬畏。我俯瞰大山，双指并拢朝前一划，冷声喝道：“迷乱阵，日月斗转阵，顷刻间，方圆千里阵法升腾。”我虚空画符点入村民体内，对他们交代道：“这里我布下了阵法，其他人走进大山就会丧失方向感，从而迷路。只有你们可以随意进出，在大山中都会受到阵法保护，你们再也无需担心受到伤害。”回到山腹，那具鲲已恢复至圣人境界。谢谢你，鲲的声音在我脑海回荡。我淡笑道：“不客气，你恢复就好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或许破解此处禁制法阵的办法。等我回来再救你出去。一路都要小心。”我能感知得到灵气在慢慢提纯，世界要大变了。我知道。我闪身回到小屋，陈琳立刻鼓起勇气迎上来问道：“李逍遥，你究竟是谁？”我并未正面回答，随手便出无数对他而言堪称神迹的灵丹，吩咐道：“陈琳，帮我照顾好下面那些人。”陈琳看着满桌丹药，瞳孔紧缩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逍遥先帝？”我看着他，淡笑道：“这个答案，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了。”陈琳如遭雷击，神色剧烈变幻，定是想起了我前几日那句“像不像”的戏言。“你真的是逍遥先帝？”他失声惊叫，随即猛地弯腰鞠躬：“对不起，之前对您说了那样过分的话，对不起。”呵呵，小妮子，我可没空跟你生气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等我回来。他抬头时，我已消失不见。我动用大神通，横跨亿万里虚空，降临在雷州与梓州交界的正道圣地。我悬浮于圣地上空，冷声一喝：“吾乃逍遥天帝，震眼天！”出来见吾。刹那间威压降世，圣地护宗大阵寸寸崩碎，10万弟子跪地不起。逍遥先帝，你来作甚？一声怒吼回应，白袍年轻男子震眼天飞上云端，惊疑不定地盯着我。我嘴角微扬，震眼天，你本事精进了吗？竟然知道利用多重禁制法阵挡住我的威压。李兰，1万多年前，你还是先帝的时候，就闯入我正道圣地，抢走大量禁制阵法秘诀，还杀了我们的老祖。我们没有再追究，你今日还来，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？他咆哮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我冷笑：“今日我是过来接禁制阁一关，等我找到我需要的秘诀，我自然会离开。你欺人太甚，别以为我真的会怕你。”震眼天双手翻飞，1万多年，我和师父每日每夜都在参悟阵道，如今我的阵道已经大成，即便是你，也没有那么容易攻破我的阵法。数百座大阵拔地而起，我唤出逍遥仙剑，轻描淡写的劈出一剑，剑气轰在结界上，震塌了方圆万里的陵墓，阵法却纹丝不动。不错嘛，小眼天，你的阵道不错。滚！我跟你很熟吗？我观察片刻，看穿了虚实，原来这是一层层环环相扣的法阵，力量轰击在上面，可以将力量全部分散。你布置了足足724个这样的法阵，最外面都是最强的，他们可分解力量，一点点剥削，直到最后一层的时候，我的力量已经被分解到炼体。震眼天大惊失色，连退数步，你竟然看出来了。小眼天，我阵道还是不错的，你不会不知道你老祖不是被我杀的，而是跟我比试阵道输的气急败坏死的吧？不可能，你放屁！老祖的阵道造诣极其了得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杀了他，你不信算了。我耸了耸肩，不过你这阵法不错，让我看看阵眼在哪。震眼天冷笑，你想知道阵眼在哪？痴心妄想，这可是我和师父日夜。砰！第一层结界应声而碎，我保持着指尖轻点的动作，淡笑道：“果然在这里，还是蛮好破的嘛。”他心跳骤快，砰！第2层再次爆开，这怎么可能？震眼天面如土色。随后的半个时辰，我每点出一指便崩碎数层法阵，到最后我一吸连破5阵，724层结界仅剩最后1层时，我收了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引以为傲的法阵，在我眼中只是垃圾。小眼天，你服了吗？扑通一声，他跪倒在半空，看着那最后1层保全颜面的结界，低头颤声道：“服了。”我撤去威压，步入圣地。你的阵法虽然很差，但能想出这样的阵法，已经很强。别灰心，他叹道：“要杀要剐，随你便吧。我不杀你，但死罪可逃，活罪难免。跟我来。”我带着他瞬间回到秦州大山。震眼天见到巨鲲，骇然失色。好大的妖兽，这是什么妖兽？鲲鹏的前身？难道说鲲鹏一族还未灭绝？我摇头道：“
目前来说是他们还未现世，但我现在带你过来不是让你看坤的，而是周围这些禁制法阵。镇眼天扑到山壁前，痴迷地抚摸着符文，这些符文都好精妙，这环环相扣的符文连组合成之后的禁制法阵实在是太完美了。这是何人布下的法阵？是你吗？不是，这是百万年前布置的法阵，他们的实力很强，连我都看不透。百万年前，他陷入了疯狂的研究状态。你带我来是想让我帮你破解吗？他疑惑道。当然不是，我是让你留在这里破解，我可没空陪你破解。我淡笑着，给他找了个最好的归宿。与其自己花功夫学会破解这里的禁制法阵，不如让镇眼天代劳。镇眼天一愣，你不行也得行，你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淡笑一声，一直点入他识海，灵魂深处的禁制烙印瞬间成型。你不能将这里的秘密说出去，也不得违背我的意愿。等你破解这里所有的禁制法阵之后，我自然放你自由。镇眼天身躯微颤，无奈苦笑。见状，我抛出诱饵，你想让我帮你就直说，我会布下一个传送阵，你可以随时返回圣地，而且我答应你，如果圣地面临大危机，我会帮你出手一次。你必须要在1年时间破解此地禁制法阵。1年时间？镇眼天瞪大眼，你还是杀了我吧！我不但会杀你，我还会杀你妻儿，杀你师父，将你圣地屠杀殆尽，夷为平地。我面色平静，言语却如刀锋。哎，都说你残暴无情，果然如此，那我就全力以赴吧。他叹了口气，终是认命。此时，坤在脑海中唤我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我已经找人过来破解禁制法阵，相信不用多久你就能脱身。谢谢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你可以答应我吗？说，帮我看看我的孩子还在不在？坤的声音透着虚弱。我给你位置，你帮我找到他。他身上还有鲲鹏一族曾经给我的鲲鹏神翼。鲲鹏神翼，我心中微惊，那是鲲鹏一族的至高秘宝。你帮我找到孩子，无论生死，那件秘宝都归你，拜托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踏入妖州蛮尸城，耳边尽是妖兽们的议论，竟然还有人族过来，这是在找死吗？狮王大人最近都在猎杀人族，此人还敢进来，我等着看好戏了。半空中，10多只狮鹫呼啸而降，背上的虎妖厉喝：“来者何人？不知进入狮王城，要报上姓名。”聒噪，跪下！我体内威压爆发，狮鹫与妖族齐齐坠地趴伏。那虎妖惊恐万分：“你是何人？此处不是蛮尸城吗？为何你说是狮王城？”我冷声问道：“因为这里是狮王大人的城池。我记得妖族和人族立下了盟约，在对方领域里不得残杀彼此，除非在别的地方。”虎妖浑身哆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这些都是狮王大人吩咐的。那你们总共残杀了多少人族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些都是狮王大人吩咐的。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死吧！我指尖微动，虎妖瞬间炸开，我一步步走向狮王府，所过之处妖族尽皆跪伏。府内，狮王惊慌失措地扯下蒙眼黑布，是谁的威压这么恐怖？这是地仙境？不对，起码都是天仙境。他瘫软在地，绝望喊道：“前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区真仙级的一头小狮子，竟敢违背妖族盟约，残忍杀害人族，甚至将人族关押在地牢中折磨以此享乐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看来我当年杀的还不够多，要不然也不会让你们忘得那么快。”狮王身心俱震：“您是逍遥仙帝，天地大人，听我解释！”砰！血雾弥漫，狮王神魂俱灭。我释放了地牢中的人族，声音如洪钟大吕传遍妖州。5日之内，若让吾看到妖州有任何一个人族被关押，4只小神兽就洗干净等我吃吧！神兽圣地内乱作一团，是谁这么大的口气？4只小神兽，好恐怖的气息！除了逍遥仙帝之外，还能有谁？4位神兽仙帝惊醒，朱雀目光阴冷。查，速给我查，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违背我们的命令去残杀人族，查出一个杀一个。兴隆忧虑重重，可别让逍遥仙帝抓到什么把柄了，这家伙没人性的。朱雀沉声打断，我们继续闭关吧，后天将不太平，我们能否突破天地的机会就在后天了。他眼中的凤凰神瞳隐现未来，我看到了未来。深夜，我出现在妖州边缘的一处瀑布前，鲲鹏玉感应强烈，救孩子什么的不着急，先看看这禁制法阵。我运转混沌神瞳，金色的混沌之气流转，眼前的阵法奥秘层层拨开。约1炷香后，我嘴角微扬，真是没学会都不知道这阵法奥妙啊！我双眸恢复正常，嘴角微扬，真是没学会都不知道这阵法奥妙啊！此阵不仅可以屏蔽神识，防御力极强，还能吸收方圆1里的灵气滋养内部，甚至能让时间流速变慢，外界过去10息，里面才过去5息，这意味着鲲鹏神女的孩子在里面极有可能才度过了50万年，存活率远比我想象的要高。法阵必须由鲲鹏血才能破解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除非拥有能强行将其击穿的恐怖实力。我唤出逍遥仙剑，划破手指挤出一滴鲜血，我也拥有鲲鹏血，足以解开这个法阵。随着我一指甩出，血液没入，刹那间蓝色光芒大放，无数复杂符文转动消散。我神识探查进去，顿时一愣，竟然还有妖族存活。瀑布后的山洞最深处有一棵通天古树连接山巅地底，树下数十个长相古怪的妖族正围着篝火手舞足蹈，有的唱歌助兴，有的烧烤喝酒，甚至还有孩童嬉戏，宛如一处世外桃源。我心念一动，瞬间出现在这些妖族中间。怪物！一个尖嘴猴腮的猴妖看到我，顿时失声大喊，欢乐的氛围骤然被打乱，妖族纷纷拿起武器，惊恐地盯着我。他们似乎与世隔绝太久，从未见过人族。我无语地扫视一圈，若我是怪物，那他们这些长相奇特的又算什么？我神识笼罩此处，却没发现鲲的踪迹。可鲲鹏玉一直在冥想，绝不会走错。我拿出投影石，投射出鲲的虚影，冷声开口：“尔等可见过此生物？”众妖沉默，唯有一个妖族又还呆呆道：“族长爷爷，这跟我们每年抽血的那只大怪物好像啊！”别说话！一只驼背老龟厉声呵斥，吓得那幼孩身子一颤，父母连忙捂住他的口鼻。我微眯双眸，看向老龟，他刚刚说的可属实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滚出这里！老龟话音刚落，
身躯便猛地被一股无形巨力提至悬空，表情痛苦万状。我双眸升起怒火，已通过神识强行读取了他的记忆。这些妖族竟将鲲鹏关押在树底，从最初的每日抽血到如今的每隔万年抽血，将鲲鹏血平分炼化，以此延年益寿。死！我冷喝一声，刹那间，在场的妖族接连爆炸，血肉飞溅，无论老少悉数暴毙。我大手一挥，掀翻古树，露出底部的深洞，一只骨瘦如柴、气息奄奄的鲲正躺在下面。我一指点出，灵力灌入其体内，幸好来得早，要不然他就死了。我淡笑道：“这些妖族还不算太蠢，知道细水长流。我将其收入鲲鹏狱中，让他去见他的母亲。”正欲离开，我忽然察觉土层深处另有乾坤。神识渗透6700万米后，我看到了一座地下宫殿。这里还有洞天。我身形一闪，来到地下宫殿，四周是上万度的滚烫岩浆。我身上这件水火不侵的龙仙灵袍，足以化解这点热力。宫殿深处拴着一只怪异妖兽，头似虎，身似蛇，麒麟四肢，狮鹫双翼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疑惑问道。天地回归，没想到我也苏醒了。妖兽睁开8只血红兽瞳盯着我，我可能是此方天地最后一只涛兽。那你是怎么被关押在这里的？哎，说来话长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了。当年我们涛兽一族所向披靡，结果得罪了一位大道真君，他将吾等消灭大半，只剩下部分涛兽逃之夭夭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一不小心落入他人手里，那人打不过我，却将我引入此处封印起来，沉睡了这么久。若不是感知到天地灵气回归，我也不会苏醒。你没死也是奇怪，你身上没有一点修为。我打量着他，涛兽有些骄傲道：“开玩笑，我们涛兽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寿，我们身上的火焰只要没有熄灭，就不会死。它的尾端的确还有一点微弱的小火苗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可以听从你的命令。我涛兽最高可成长到天地境，如今你们这方天地已经难出天地了吧？”确实难出，我是唯一一个。我淡淡回应。涛兽一惊：“你是天地？他现在没有修为，看不透我。我放你出去，让你变成我的奴仆，这不是什么利益啊！外面不知多少人或者妖兽想当我奴仆，这是便宜你了。”涛兽无言以对。天地收徒，谁不趋之若鹜？他补充道：“我还有一件秘宝，名为涛珠，每只涛兽自身自然孕育的法宝，可让你慢慢感悟火之大道。我对大道的感悟尚需加深，这珠子倒是有用。可我10息之内便看透了他身上的锁链禁制，一指点出，枷锁崩断，涛兽修为飞速恢复，最终停留在真仙境。我终于出来了！”涛兽仰头怒吼，威势惊人，跪下！我冷喝一声，威压降临，瞬间将他镇压在地。我指尖连点，在他灵魂中种下禁制烙印，拜见主人。他再不敢张狂，乖乖跪服。秘宝！我话音刚落，上方突然传来轰鸣，就在下面，我感知到了很恐怖的气息，一定有秘宝藏在底下。继续挖，上方破开大洞，一群人形妖族跳了下来。这里果然别有洞天，一开始发现上面那个地方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呵呵，要不是我就在附近，我们宗门能会知道这里有秘宝吗？先别说这些了，赶紧看看有什么宝贝。等等，怎么有人？一名妖族惊讶地看向我和涛兽：“你是何人？一早就在这里了。”一名青袍老者走出人群，瞳孔变作树瞳：“吾乃灵蛇宗宗主，灵蛇圣人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”逍遥天帝，我平静开口。众妖齐声惊呼：“什么？逍遥天帝？真的假的？我知道他来妖州了，真的是他吗？”灵蛇圣人却冷笑一声：“呵呵，毛头小子，你以为你假冒逍遥天帝就可以骗过我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屏蔽修为的法宝，知道逍遥天帝来了我们这里，所以冒充他想吓走我们，然后独吞秘宝。”其他妖族反应过来，纷纷附和：“宗主说的没错，这人旁边还有一头长相丑陋的妖兽，只是一头真仙境。堂堂逍遥天帝怎么可能有那么丑且那么垃圾的妖兽在身边呢？他一定是假冒的。”涛兽一脸郁闷，这怎么还扯上兽身攻击啊？我颇感无语，原来如此，还有一头真仙境的妖，出你们所得秘宝，我可放你们离开。灵蛇圣人一副吃定我的样子，哎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不信？我叹了口气，我弹指间引爆无数妖族，一息之内，现场只剩灵蛇圣人一个。扑通！灵蛇圣人猛地跪倒，欲哭无泪：“您老真的是逍遥天帝啊？”“是啊，早跟你说了，你又不信。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。不对，你是妖，不是人。天帝大人，刚刚是我出言不逊，得罪您老人家了，您看能不能放我一马？我愿意贡献出我的所有。正好看你跪得这么快，交代你个任务，你带他回你宗门，好好伺候，让他快速提升修为就行了。”我指向涛兽：“一个真仙境奴仆待在我身边实在掉价，这个好办，大人您尽管交给我，我必须照顾好。”他连连点头，我给他种下烙印。涛兽则识趣地吐出一枚火红的珠子，用灵气洗净后交到我手中。刚拿到珠子，我便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火之大道气息，瞬息间我消失在原地，留下一脸茫然的灵蛇圣人。他谄媚地看向那涛兽：“您还有其他事吗？”涛兽化作红发男子，大方笑道：“带我回你宗门。好了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叫我火哥就好了。”“好的，火哥。”2日后，我全速赶回大山，尚未踏入山门，天地异变陡升，无尽紫气弥漫整个玄尘仙界。这些紫气灵力恐怖，仅是吸一口，我体内的境界便隐隐跳动。鸿蒙紫气，仙界每100万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异象，这是时间到了。我难掩心中惊讶，这种异象是开启大灵气时代的标志，可遇不可求。我没有犹豫，立即飞入云层，盘坐于紫气中心。鲲鹏崛起。此时，神兽圣地的4位神兽也被惊动。青龙看着天穹，惊喜不已。这是鸿蒙紫气，100万年一次，俗称100万轮回紫气，凡人吸一口，突破炼体肯定没问题。白虎兴奋道：“看来这100万年轮回已到，我们突破天地的时间会大大缩短。”朱雀冷声打断：“别说话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速速吸收鸿蒙紫气，这可不是一直都有的。时间一到，鸿蒙紫气自然消散，4神兽瞬间化作本体，青龙、玄武、白虎、朱雀各据一方，疯狂掠夺紫气。然而
他们很快发现一股更恐怖的吸力从秦州方向传来，这种感觉好熟悉。青龙惊讶道：“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”你傻啊，这就是逍遥天帝那家伙的鲲鹏诀啊！白虎愤恨咆哮，他搭配自己的鲲鹏逍遥铁，世间没有任何功法能比肩他吸收的速度，真服了！1万年前的混沌气之战，就是他吸收的最多，让他的混沌神瞳达到圆满，谁都抢不过他。这次又是他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他？玄武也无语了，回想起万年前被我抢走4/5混沌气的惨痛教训，朱雀长叹一声，只得催促大家自认倒霉，抓紧时间吸收。魔州方向，钱仲同样感受到了这股霸道的吸力。这个方向是在秦州吗？万年过去了，我突破天地之后，这吸力比以前更猛了。秦州可远多了，中间还隔着一个海州，连他过去秦州全速前进的情况下，要花费7、8天左右，而且还是7、8天不能停歇。可我的吸力竟然可以蔓延这么大。他自认吞噬魔功不弱，但在我跨越海州的超长距离掠夺面前，依旧逊色不少。不仅仅是钱仲，几乎整个玄尘仙界的人都能感觉到鸿蒙紫气正朝一个方向疯狂涌起，就好像有个黑洞在远处不断吸收鸿蒙紫气，他们根本抢不过的那种。何方神圣，求求你少吸点吧！这是仙界无数人的心声。秦州女帝宫，柳青寒屹立天穹，秦州的上空凝聚成一个深邃黑洞，无尽鸿蒙紫气被他吸入。看着上空的深邃黑洞，惊喜喊道：“这一象好熟悉，是逍遥哥哥。”他痴痴地看着黑洞前那一袭白袍，眼泛桃花。逍遥哥哥比以前更帅了，也更强了。此时我身后浮现出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大鲲翼。当鲲的出现，秦州无数人为之感到震惊。这是逍遥天帝吗？我记得他的意象就是鲲，传闻他所修之法和体质都是关于鲲鹏的。没错，这就是逍遥天帝，除了他有这般威能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大家快吸收鸿蒙紫气！逍遥天帝将仙界的鸿蒙紫气几乎都吸过来了，比其他地方还要精纯。我已经连破5个小境界，我感觉今日便可突破准圣。感谢逍遥仙帝，能从他手下挤出一点鸿蒙紫气，也是我们的福气啊！秦州无数修士借着我吸来的精纯紫气疯狂破境，对我感恩戴德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我分出一尊分身，同时祭出鲲鹏玉，再开2重鲲鹏诀。不愧是逍遥哥哥，竟然还能想到这种办法，太厉害了！我也要学。柳青寒崇拜之余，立刻有样学样的弄出分身。随着鲲鹏玉疯狂收割，我体内的灵力如江海奔涌。原本天地中期的瓶颈，在天地法则压制减弱的这一刻，终于开始松动。我要登临天地圆满，甚至超越极限。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族血脉的鲲鹏族人看看，即便没有他们所谓的鲲鹏吞天神体，我李逍遥依然能独步诸天。我忘不了那族长的羞辱，区区神体岂能定义我的未来？破！我厉喝一声，恐怖的气息如惊雷炸响1万里，丹田临界点瞬间爆裂。就在我冲击更高境界时，原本已消失的天劫竟然再次在乌云中翻腾，威压远超以往。为何只是突破一个小阶段，却引来了如此诡异的天雷？我抬眸看向天空，眉头微蹙，不过是突破天地后期，天道为何引来如此天劫？天道，你要阻我突破吗？我沉声开口，声音传遍秦州，压抑的众人几乎窒息。当年的我陨于天劫，但如今我已觉醒前世记忆，实力翻倍。天道若想阻我，我便奉陪到底。不是我，是天地法则。脑海中响起天道的声音，令我一愣。天地法则，那是此方天地自然诞生的规则，凌驾于天道意志之上。放眼玄尘仙界，法则早已放宽，为何此时偏偏针对我？我忽而感知到怀中的鲲鹏玉一动，原本翠绿的玉佩正向紫色蜕变。你这枚玉佩本是鲲鹏神女的先天天道圣器，它吸收了海量鸿蒙紫气，正要突破化作混沌仙气。轰隆隆，天劫在层云中怒吼，天地法则不容混沌仙气现世，欲将其摧毁。我手持3尺清风，白袍在裂缝中猎猎作响，仰头直视苍穹，小心点，此天劫相当于你当时突破天地时的天劫。天道再次传音，我丝毫不惧。眼见一道雷霆直奔鲲鹏玉而来，我抬手挥剑，纵横剑气将雷霆瞬间搅碎。鲲鹏诛天斩！我冷喝一声，动用前世大神通，虚空之中响起震颤八荒的鲲鹏神鸣，一只遮天蔽日的虚影凭空浮现。我身后的巨大法相同样高举仙剑，对着雷池悍然劈下。轰！仙剑落入众云，灵力震荡秦州，无数修士在这天威之下瑟瑟发抖，心生臣服。逍遥哥哥，加油！柳青寒在远方紧攥双手，满眼担忧。我紧握仙剑，感受着雷劫的负隅顽抗。斩！我再度催动灵力，法相光芒万丈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天劫被我一剑劈作2半，狂暴的灵力炸裂开来。柳青寒面色一紧，连忙掐诀调动秦州周气化作玄龟，抵挡这股足以毁灭半个秦州的余波。待灵力散尽，我早已消失在原处。大山深处，鲲鹏神女与镇眼天都感知到了外界的惊天变故。镇眼天面露喜色，这鸿蒙紫气确实非同凡响，我竟然突破到了仙帝中期，如何？我还是可好？神女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大袖一挥，释放出昏迷的鲲，见爱子骨瘦如柴。神女心疼地发出一声悲鸣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镇眼天疑惑，我简述了煽动妖族的恶行。神女在得知仇敌已灭后，化作一声叹息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倒是鲲鹏神翼在哪？我没看见。我蹙眉问道。话音刚落，昏迷的小鲲体内泛起金光，一对绚丽夺目的羽翼缓缓飞出，落在我的面前。我一直将它藏在我孩儿体内，现在就送给你吧。这是鲲鹏一族的至高秘宝，传闻它拥有3道神通：一是鲲鹏遁天，只要是心之所向，目之所及，无视距离瞬间抵达；二是空间斩，
杀人于无形。三是鲲鹏庇佑，双翅合龙可抵挡天地一击。我将神意融入体内，心念一动，背后立刻展开一对璀璨羽翼。我试着锁定之前发现小鲲的山洞，瞬息之间，我便跨越了100亿公里，出现在空旷的洞穴中。为了测试极限，我反复在大山与仙界各处闪掠。我并未收敛气息，这导致我在一念之间掠过大半个仙界。神兽圣地内，4位仙帝快被这忽隐忽现的气息逼疯了。青龙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们刚刚是不是都感知到了？”“是他的气息，他又回来了。”玄武缩着脖子，我消失，他们松口气。1秒后，我再现，他们又吓出一身冷汗。如此反复数十次，白虎终于崩溃大喊：“这李兰究竟在干嘛？要杀要剐，能不能给个痛快？干嘛要折磨我们？”确认了神意的妙用后，我回到山腹。此时的鲲鹏玉已完全蜕变，不仅灵气更甚，每个时辰还能自动诞生百缕鸿蒙紫气。轰隆隆，大山再次巨震。这一次是整个玄尘仙界都在颤抖，灵气复苏，100万年轮回已到，仙界将重塑旧日时代。天道的声音响彻寰宇，10日之期已到，沉睡的古老大族即将苏醒。我看见秦州大地裂开天渊，汪洋之中涌起异象，灵气浓度在短时间内提升了数百倍，一个真正的鼎盛乱世降临了。李兰，仙界已经发生变化，不出数日，一个个通天大族将会复苏，天地不再限制天地，你可以冲击更高的境界。而接下来，你要去寻找那8具尸骨了。我交代陈灵照看大山，留下无数资源，随后闪身消失。100万里外，我见到了柳青寒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我，眼中尽是痴缠。我瞬移至他面前，淡笑道：“柳青寒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”“逍遥哥哥，我说了，你可以叫我青寒，或者青寒妹妹的，这样才不生分。”他眼泛桃花，大胆问道：“我可以抱你吗？”我微微点头。一股香风袭来，他紧紧环住我的腰，哽咽道：“你知道吗？当年我听说你死了之后，哭了好几年，整天以泪洗面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死？”听着美人的哭腔，我暗自感叹，这柳青寒在仙妃榜尚未列第5，确实动人。我当即拿出采花仙帝的手段，眼神深情地按住他的肩膀。当时我受了伤，休养了1万年才缓过来。你知道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青寒妹妹你了。若不是我当时受伤严重，肯定来找你了。青寒，难道你不懂我的心吗？看着我真诚的目光，柳青寒的心瞬间化了。逍遥哥哥，对不起。是我错怪你了，原来你是不能来，对不起。我嘴角微勾，语气愈发温柔。没事，青寒妹妹理解我就好。那么久不见青寒妹妹，我们找个无人的地方彻夜长谈。柳青寒甜蜜点头，等这一天，他已经等得太久了。翌日，阳光明媚，我睁开双眼，怀中的柳青寒睡得很是踏实。或许是太久不见，他极其热情，硬是跟我大战了1天1夜未曾停歇。我闪身来到床榻旁，换上一袭白袍，顺手留下一枚储物戒指，里面的资源足够让他突破到仙帝圆满。对我而言，这些资源已无大用，且这是我的原则。采花之后，绝不做白嫖客。我身形连闪，瞬息便来到了雷州天穹。我铺开怀中卷轴，目光锁定在雷州旁一块从未踏足的区域，那是远古时代才存在的禁地——帝皇坟。这地方我闻所未闻，难道葬着一位帝皇？心念一动，我已跨越虚空抵达边缘，神识扫过，这片区域竟有2个秦州般扩大，不少修士已经涌入，却唯独不见那些远古复苏者的身影。看来他们还未彻底行转。5日后，我重返帝皇坟，此地已是大变样，雷州修士在其中修筑街道、房屋，甚至开宗立派，只因这里的灵气远超外界，且常有天才地宝现世。我漫步在街头，正感慨这些后世人的速度，天地忽然色变，一道恐怖黑气拔地而起，贯穿云霄，天际雷声滚滚，一张狰狞的巨大鬼脸在云层中显现，血红双瞳俯视苍生，好恐怖的气息！这是大地的气息吗？早在3天前，我就发现了真仙境的诡异妖兽，远古时代的恐怖要复苏了。半空中，那鬼脸竟然开口说话：“吾乃炼魂宗宗主，诸位可唤吾为炼魂大帝。炼魂宗全宗复苏，将于明日大开宗门，广收门徒，入吾炼魂宗，可享无尽寿元。”听到这名字，我心头冷笑。前段时间刚灭了一个炼魂宗，现在又蹦出一个老祖宗，有意思。周围众人正兴奋议论着明日拜师，却没人发现我已经消失在人潮中。炼魂宗宗主殿内，一身血红袍服的黑发男人端坐主位，周身鬼气缭绕，他面前坐着4位圣王境界的长老，这等实力放在外界足以开宗立派。诸位长老，今日吾等已然苏醒，可有打算？炼魂大帝淡淡开口。大长老沉声应道：“宗主，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收集魂魄。几十万年过去，我魂幡里的残魂都饿死了。”二长老阴冷一笑：“没错，广收门徒骗进来杀虽然妙，但人太少，我认为要主动出击，大肆虐杀，屠他100个城池。”3、4长老纷纷点头，他们确信，在这个灵气刚复苏的后时代，沉睡至今的圣王足以横推一切。你们的建议都不错。炼魂大帝点头，明日收徒后，你们便去探探外界实力，若普遍低微，即刻执行屠城计划。话音刚落，6长老踉踉跄跄地撞进大殿，扑通摔倒。宗主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位大帝，5长老死了。10息之前，我闪身出现在炼魂宗门口，2位正清理宗门的老者抬头看向我，其中一人皱眉道：“明日才收徒，你来早了。我不是来当徒弟的，我是来借尔等的藏经阁一关。”我淡笑一声，径直往里走。无知小儿，此处是炼魂宗，岂是你想进就进？5长老怒喝一声，祭出银白长剑，满目杀机。死！我平静开口，无形威压如泰山压顶。那位圣王境的5长老竟当场爆成一团血雾，6长老吓得瘫软在地，我连看都懒得看他，直奔藏经阁。进入阁内，我神识全开，仅用3息便跃进了所有功法古籍。也就在此时，数道狂暴的气息自我身后升起，大胆小儿，竟敢擅闯炼魂宗，真以为他大帝了不起？老子可是比你早出生70万年。
炼魂大帝的怒吼响彻天际，巨大的鬼脸再次显现，无尽杀意镇压而下。我缓缓升空，与这6道人影隔云对峙，看着那位大帝，我冷笑嘲讽道：“远古时代的大帝吗？让我看看你这活了70万年的高龄老登有何能耐！狂妄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尊敬长辈，闯入我炼魂宗，还敢如此狂妄！动用吸魂大阵，杀了他！”炼魂大帝暴怒喝令，5位长老瞬间形成合围之势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吸魂大阵起！”5道鬼气直冲云霄，晦色符文交织成阵，将我死死锁在中心。这阵法专门针对神魂，原本由6人施展可杀大帝，即便缺了1人，也足以让大帝重伤。我站在阵中，感受着那股拉扯灵魂的力量，非但没觉得痛苦，反而觉得像是在做头部按摩，颇为解乏。我索性闭上眼，在感悟中学习这门阵法，但在他们眼中，我已是瓮中之鳖。呵呵，无知小儿，你如今已经是待宰的羔羊。吸魂大阵一激活，你必死无疑。大长老叫嚣道：“诸位，他是大帝，我们全力以赴，不能让他有一丝存活机会。”2长老冷厉喝道：“5人齐齐喷出一口精血，融入法阵，阵法威能瞬间暴涨。可无论他们如何拼命，我的灵魂始终稳如泰山。只是如此吗？”我睁开眼，有些失望的开口：“那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”不错，有点感觉了。我感受着头部的按摩，这种失望的神情让炼魂大帝气得发疯。他双指并拢，将全身鬼气注入阵中。小子，既然你想死，那就成全你。灵魂的颤动终于明显了些，但我却叹了口气：这么快啊？还没享受够呢！无知小儿，你竟然还没死！炼魂大帝惊骇欲绝。嚯！我淡淡一语，吸魂大阵应声而爆，5位长老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，瞬间重伤。炼魂大帝一连退数百步，满目惊恐：你究竟是何等境界，竟然能破得了我炼魂宗的吸魂大阵？你绝对不是大帝！我悬浮半空，淡然道：我从未说过我是大帝，你是先帝。他失声惊呼：吾乃逍遥天帝，尔等可以饮恨了。逍遥仙剑破空而出，恐怖的地威锁定了整个宗门。炼魂大帝彻底陷入癫狂。天帝又如何？去杀了他！他祭出5亿魂幡，万千怨鬼哭嚎着朝我扑来。我指尖微压，巨大法剑如审判般轰然斩落，任凭冤魂再多，在仙剑之威下也尽数湮灭。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剑锋，炼魂大帝绝望的嘶吼：天要亡我炼魂宗！随着几道凄惨喊声响起，仙剑落下，将炼魂宗的一切尽数湮灭。一个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恐怖宗门就此陨灭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已将藏经阁内的宝物悉数卷走。炼魂宗覆灭的动静惊天动地，奈何威压太过恐怖，外人根本无法抬头窥视。直到我收回威压，众人才恢复行动。炼魂宗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突然就没动静了？难不成雷霆仙帝已经赢了？不可能是雷霆仙帝吧？刚刚那股气息平静中暗藏恐怖杀机，与雷霆仙帝全然不同。众人纷纷涌向炼魂宗废墟，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我，已坐在雷州的一间客栈里，点了一桌招牌菜帝皇坟。果然如我所想，埋葬着一位真正的帝皇。我翻阅着刚得手的远古古籍，眉头微蹙。炼魂宗不过是帝皇坟里较弱的势力，真正的巨头是焚天、白玉、星月3大圣地，3位宗主皆为天地境。而这帝皇坟的核心处，传闻埋葬着超越天地境界的帝皇尸骨，至今无人知晓其确切方位。天道给我地图，让我自己找，他肯定是知道尸骨在哪的。我传音给天道，却了无音讯。看来只能凭我一人去揭开这尘封的真相。5日后，我转战妖州万妖山，这里同样是远古遗迹。我刚一踏入，便发现客栈内人去楼空，桌上甚至还有冒热气的饭菜。一个猴脸小二急匆匆地冲出厨房，我开口问道：怎么这里这么空？妖帝秘境开启，你不知道吗？猴脸小二头也不回地朝外跑去。妖帝秘境，我展开神识，瞬间锁定了那处聚集了无数妖族的巨大空间隧道。妖族秘境内有天地传承，赶紧进去！爽啊！这次秘境只限妖族，且在大地境以下进入，若能得传承，必将无敌于世。我来到隧道前，却被一股天地级的无形禁制挡住。看着人族修士纷纷摇头离开，我也想试试。这位道友，别看了，不是妖族是进不去的。一位人族修士无奈劝道：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想试试。我淡然一笑，我双指并拢，以指为剑，空间斩。鲲鹏神翼的第2神通瞬间斩裂虚空，我迈步跨入那道深邃的裂缝，在裂缝合上的刹那，只听见刚才那名修士惊恐的呼喊。穿过虚无，我降临在一片全新的天地，无为妖族天地，万古妖皇，诸位既已来到无的传承秘境，那便开始吧。传承就藏在这里，能否寻得，看各位的气运。宏大的声音响彻天空，可紧接着一串莫名的女声在我脑海中炸响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我捂着脑袋，识海中闪过荷塘、仙雾与青莲的画面，这声音唯我能听见。难道这里真的与我的过去有关？与此同时，在这秘境深处的火山口内，一具缠满锁链的棺材微微震颤，一个男人从岩浆中浮现，目光阴冷。已经过去了上百万年，为何你还会动？难道那个人回来了？他扫视上方的大量妖兽，冷声道：去，将外面的那些妖族通通抓来，不臣服就死。是，妖皇陛下。那男人盯着棺材，自语道：我是不会再让那个人靠近你的，即便是他的后代。此时我正行走在一片突兀的冰雪之地中，前方几个龟妖宗弟子正冲向一座镇守严密的洞穴，带头的竟然是大罗金仙。我漫步跟在后面，直到深入洞穴迷宫，那几个妖族才猛然回头：喂，你跟着我们已经很久了，滚出去！我看了一眼这几个化形的妖族，冷笑道：这里是你们的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呵呵，你实力低弱，靠我们才进来的，赶紧滚！告诉你，我们师父是圣人，你不想死的话就乖乖离开。哟，看来你们还是举宗而来，那我刚好想喝十全大补汤，听说你们龟妖特别补，我正好有些乏了。狂妄！一名龟妖拔剑刺向我的咽喉，我看着停在眼前的剑尖，只是轻轻吹了一口气，瞬息间，那位大罗金仙化作青烟，消散无踪。什么？其余龟妖吓得齐刷刷跪倒，
圣王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放过我们一回。都说了，我要喝大补汤。我随手一挥，一口如山般的铜锅落地，我将求饶的龟腰卷入锅中，灵力化冰为水，指尖燃起烈焰。对了，没有水，怎么煮龟呢？我无视锅里的哀求，继续向洞穴深处探索。在一扇石门前，我弹指破解法阵，门开瞬间，极其恐怖的寒气喷薄而出，将一切凝结。好恐怖的寒气，这冰寒大道很是了得啊！洞穴中央，一柄冰凝长剑悬浮，散发着天道圣气的威压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此处是虎爷的地盘。看什么看？你虎爷在你下面。我低头一瞧，竟是一只可爱的蓝毛小猫。我一手拎起它的后脖梗，调侃道：“小东西，你是什么妖兽？放开我！我可是尊贵的冰焰虎，只存在于远古时代的生物。它那粗犷的猛虎声音与外表极不相称。”我稍微释放了一丝气息，这小猫瞬间僵住，圆滚滚的眼睛里写满恐惧。你是天帝，将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此处是何处？又有什么宝贝？他老老实实交代，这里是远古雪帝的传承地，他是被封印在此的坐骑。天帝大人，我可以跟随你吗？冰焰虎可怜兮兮地望着我，看你表现。我收起那柄冰剑，冰焰虎兴奋地带我连坡数到石门。他边跑边说：“大劫不知是怎么来的，总之是知天阁告知天下，才让我们成功避开那场大劫。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消亡。知天阁那群收钱卖情报的老油条，竟然在远古时代就有痕迹。”我一剑劈开最后一扇石门，刹那间光影穿梭，我与冰焰虎被拉入一处意境幻境。此乃无之意境，若能破之，可获得无之传承，可愿接受挑战？开始吧，我淡淡回应。漫天飞雪中，无数大地境的白雪巨人拔地而起，但在我眼中，他们不过是一箭之势。我提剑漫步，剑气纵横万里，将所有阻碍劈成齑粉。走到雪山之巅，我看到一具覆盖白雪的孤寂残骸。恭喜你，完成了传承，想必这一路非常辛苦吧？那声音感慨道。我看着身后的废墟，心中毫无波动。辛苦，分明只是一剑而已。幻境消散，白骨化作尘埃，原地只留下一枚储物戒指，这里面蕴含了我毕生所得之物，功法、法宝通通都在里面。希望你能将我的传承发扬光大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头小宠物留给你，那是一头幼年期的冰焰虎，你将它带到此处，我可让它蜕变，进化成年体。随着雪帝最后的意念消散，一声凶猛的虎吼瞬间贯穿天际。我回头看去，只见原本可爱的幼猫已化作庞然巨物，它浑身跳动着毫无热度的蓝色冰焰，狰狞的兽瞳在对上我视线的瞬间，竟化作顺从，讨好的凑过来蹭着我的手甲。我新的主人，我已经完成了血脉蜕变，现在的境界已经是圣人境。我感受着它体内澎湃的寒气，顺势摸了摸它那巨大的脑袋，不错，趴下来让我骑。好了，冰焰虎乖巧的伏低身躯，我跨坐其上，指挥它大摇大摆地走出山洞。洞外此时聚满了妖族，他们死死盯着这头异兽，眼中的贪婪几乎凝成实质。我本以为圣人境的坐骑能让他们知难而退，显然我低估了这些妖类的亡命程度。一名面色阴狠的妖族男人拦住去路，狡黠地打量着我。这位道友，里面有什么宝贝？我坐在虎背上，漫不经心地俯视着他。有很多宝贝，天道圣器、仙袍以及各种资源，不过已经全部被我拿光了。你们进去什么都没有了。此话一出，四周的空气陡然凝固。他们大概没见过如此嚣张且诚实的人。在短暂的愣神后，贪欲彻底爆发。小子，那么多宝贝，你吞得下吗？要不给我一件，我保你离开。我拿2件就好，我护你离开这里。面对这些自以为是的勒索，我发出一声冷笑。我为什么要你们这些垃圾护我离开？众妖勃然大怒，上万名妖众形成铁桶之势，从人仙到圣王应有尽有。我们这里足足有上万个妖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们？上，将他杀了，宝贝平分。好，杀喊声震天，无数身影疯狂扑来。我拍了拍冰焰虎的脑门，语气平淡，交给你了，把他们全杀了。放心吧，主人。冰焰虎发出一声咆哮，死！极寒的冰焰呈扇形喷涌，瞬间将前排的妖族冻成冰雕。他右掌猛地一拍地面，伴随着剧烈的震颤，那些冰雕悉数崩碎，神魂俱灭。此妖是圣人，快跑！原本叫嚣的妖群顷刻崩溃，四散而逃。可惜在圣人面前，逃跑只是徒劳。冰焰虎宛如杀神降临，化作蓝色残影掠过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不到百息，万妖寂灭。主人，我做的怎么样？他停下身来，兴奋的讨赏。我摸了摸他那被血气激得通红的耳朵，笑道：“干得不错，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”好，冰焰虎脚踏虚空，带着我迅速远离了这片正在崩塌融化的雪山。飞行途中，他主动向我介绍起这秘境的隐喻。主人，这是妖帝的传承之地，而他有着5个忠诚的手下，分为炎帝、雪帝、怒帝、炎帝、金帝，他们是5行金元所化的妖，有着5行大道。你已经得到了雪帝的传承，在水之大道方面可以走得更远。还有，妖帝将5行圣器都赐给他们了，这5把圣器一旦合成，将会成为先天混沌仙器。刚刚您所获得的那把冰寒圣剑就是其中一把。我摩挲着冰寒圣剑的剑柄，心中有了主意，合成混沌仙器。这趟看来确实来对了。那你可知道其他4个的传承之地在哪？我只知道墓地的，他比雪帝死得早，他和雪帝一直都是老友。我和雪帝曾守护传承之地许久。好，带我过去。我们折向西方。片刻后，一片生机盎然却透着杀机的森林映入眼帘。我们刚靠近，几条粗壮的藤蔓便如长鞭般抽打过来。冰焰虎吃痛低吼，忘了，墓地的传承中，这片森林都是有生命的，他们会主动攻击外来者，尤其是我们这些悬空的。我冷漠地俯视着下方蠕动的树海，那就全灭了。我悬空而起，反手抛出冰寒圣剑，指尖凝力下压，落，长剑如流星灌入大地。绝对0度的寒气瞬间封锁了亿万生灵，方圆百里的喧嚣戛然而止。破！我打了个响指，
整片森林连同其中的妖族通通化作冰渣。冰焰虎在一旁看得瑟瑟发抖，大概是没见过杀性这么大的天地。我凭神识锁定了森林中心唯一幸存的巨树，带着冰焰虎降落在他面前。这就是墓地死后化作的参天巨树，只要这棵树不倒，不用多久，这里还会恢复之前的模样。传承就在这棵树里面吗？我问道。按道理来说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传承。我等了片刻，见巨树毫无反应，不由得冷笑一声，看来是不打算给我了。我挥出一道万丈剑气，直接将巨树劈成2半，交出传承，否则我将你烧成木炭。我指尖燃起幽冥焚焰，冷声威胁。没想到啊，来了你这么一位有胆魄的年轻人，甚至能越过妖帝大人的禁制法阵进入到此处。一缕温柔的残魂从裂开的树干中浮现，叹息道：只不过我的传承已经被夺走了。我眼神一厉，谁？炎帝。炎帝。我有些疑惑地看向冰焰虎，他瞪大虎眸，惊讶开口：墓地大人，炎帝他怎么会抢走你的传承？在你和雪帝沉睡之后，炎帝他并没有沉睡，他夺走了我的传承。你也知道我不敌于他，炎帝已经疯了，他爱上了主人，炎帝爱上了妖皇大人。冰焰虎失声惊叫，身为5行精元的炎帝，竟爱上了自己的主人万古妖皇，这简直荒谬。是的，他疯了。也是那天他抢走我传承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想夺其他5行圣器，融合一起，成混沌仙气，征战天下，成为天帝，那样就能跟妖皇大人境界一样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奴仆的身份，跟妖皇大人在一起了。冰焰虎无言以对，他或许不知，妖皇心中早有良人，至今未嫁。走，我淡淡开口，找剩下的传承。既然此地传承已空，多留无益。我带着坐骑瞬息消失，冰刃风，漫天法宝飞舞，无数妖族正疯狂追逐，却因法宝生灵而难有收获。主人，这里便是金帝的传承之地，这些法宝全都是他打造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炼器师，5行精元之中，墓地是炼丹师，炎帝是符箓师，雪帝是阵法师，炎帝样样精通，不过样样都那样。我漫步向前，每走一步，漫天法宝竟齐齐止住，围着我雀跃盘旋，宛如宠物乞怜。我随手抚摸，大手一挥，便将法宝悉数收入袖中。这厚此薄彼的一幕看呆了众妖。喂，你过分了吧？你把法宝都拿完了，我们拿什么？一只鱼妖愤恨上前阻拦，四周妖众也随之围拢。滚开！冰焰虎踏的一吼，圣人威压逼退大半，唯有几只气息驳杂的圣人及杂交大妖依旧死守。为首的施救员冷声开口：交出一半法宝，我们便不再追究。我叹了口气，你们这些妖真的是没脑子的，既然想要，那就给你们吧。我随意挥袖，无数法宝如流光般激射而出，场中瞬间化作屠宰场，惨叫四起，法宝在血雾中纵横，顷刻间让数千妖族及那几名圣人大妖尽数殒命。我踩着尸山血雾，走向最终的传承之地。巨石之上插着一柄鎏金长枪，那是天道圣器破风金枪。主人，这就是金帝大人的本命法宝。破风金枪可以说是无坚不摧，只要将其拔出，便可获得金帝传承。我握紧枪柄，眼前瞬间坠入幻境，来到一座黄金宫殿。吾乃金铁大帝，为金灵晶元所化，精通炼器之术。想要获得吾之传承，你必须要在3个时辰内习得吾的金锤淬炼法，打造出地宝以上的法宝，方可通关。可想象随意材料打造，此为幻境。眼前的金色字体演化出淬炼秘诀，我扫了一眼，灵力凝聚金锤，不到半个时辰便断成一件地宝。对我而言，炼器虽非主修，却也有手就行。恭喜你通过传承，吾之传承以后就交给你了。我拔出金枪，枪尖划破苍穹，留下一道深邃的空间裂缝。又一把天道圣器，走，下一个传承。乱炎帝，黄沙漫天。我骑着冰焰虎冲入一道沙漠漩涡，地心引力瞬间逆转。这一处天地奇景引来了不少妖族。我感知到传承在大山深处，却没见静止。于是心念微动，云层中降下一只金色巨拳。这是什么气息？圣尊的气息吗？不对劲，这好像是大帝的吧？我曾在一位大帝上感受过。我一拳轰塌大山，竟敢惹怒山神，必将受到无之惩罚。若能击败吾之传承，就归属于你。高耸入云的山神巨人咆哮而起，我双指为剑，淡墨划过，简单一剑灭之。剑气瞬间切断了他的山之心，庞然大物轰然倒塌，完成无之传承，归你了。我收下飞来的储物戒指，再次拍了拍虎头，走，下一个传承。焚海。火山深处，悬挂于岩浆上空的巨棺再次巨颤，炎帝从江流中浮现，目光冰冷地注视着上方成群的妖兽，守护这里，任何妖或人进来，杀无赦。他守了妖皇几十万年，渴望杀掉那个让妖皇魂牵梦绕的人，证明自己才是最好的。沿海之上，我骑着冰焰虎踏空而来，前方火山密密麻麻站满了圣级以上的妖兽，甚至还有一头半部大地气息的恐怖存在。主人，这里就是炎帝的传承之地，这些妖兽围在这里，怕是有阴谋啊！果然如墓地所说的一般，那炎帝根本没有封印自身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一直守护在妖皇大人身边。我看着前方的铜墙铁壁，面色如常，无碍，杀了便是。冰焰虎为首那头4牛4狼的庞然大物怒吼道：老牛！冰焰虎有些惊讶，那是炎帝的坐骑赤牛郎。雪帝死了，这就是你的新主人吗？赤牛郎盯着我冷声问道。然而你现在带着他来此处，为了什么？老牛，你应该清楚，妖皇大人沉睡之前曾让我们的主人奉献生命，你的主人竟然敢不从命，是何居心？那又如何？吾主实力通天，为何要死？若没有他守护妖皇大人万载，恐怕早已被人打扰。这是为了妖皇大人，交出传承5行圣器，吾主势在必得。冰焰虎毫不退让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战吧。过去这么多年，你才圣人，而我已然半步大帝，今日你必败。我示意冰焰虎退下，缓缓悬空退下。赤牛郎瞪向我，忽然僵住。你身上没有妖气，你不是妖，你是人。众妖随之大乱，杀气冲天，人族竟敢闯入妖皇秘境，这无疑触碰了他们的逆鳞。面对汹涌的妖兽群，我神色如常，语气平淡，
3息之内不退者死。呵呵，还挺嚣张。弟兄们，一起杀了他，不能让他靠近妖皇大人。赤牛郎狰狞咆哮，无数妖兽腾空而起。我冷冷吐出一个字：灭。恐怖的气息透体而出，瞬间扫过沿海，漫天妖兽顷刻间灰飞烟灭。这股波动惊动了火山下的古棺。岩浆翻涌间，一名身披红甲的男子持剑升起，双眸冰冷地锁定了我。他看着震颤的棺材，沉声道：果然是他来了，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让我去杀了他，从此以后你的心就归我了。他随即转向我，厉声喝道：吾乃炎帝，滚出去，交出传承圣器，可留你一条狗命。我平静回应：狂妄！炎帝挥出凌厉剑气，却在距我100米处凭空消散。他露出惊容，显然没料到我已跨入天地之境。我看了一眼他那柄木柄红身的诡异长剑，淡淡道：你已经将2件圣器融合了，我就不信杀不了你。他咆哮着引动沿海，数百条岩浆炎龙俯冲而来，破！冰寒圣剑出鞘，极致的寒意瞬间将炎龙冻结崩碎。冰寒鲲鹏诛天斩，我身后显化出冰寒鲲鹏虚影，长啸着贯穿了炎帝的身躯。他被剑气死死定住，眼中写满了绝望。你是天帝，在天地后期面前，他所谓的先帝无敌不过是个笑话。斩！我双指并拢一划，剑光落下，炎帝神魂俱灭。我收起他的储物戒指，与那柄融合了木火属性的长剑。刹那间，我身上现存的4件圣器产生共鸣，在空中融为一体，化作一颗流转5色华光的金色圆球，五行混沌球，每一击都自带5行伟力，还能滋养我的5行大道。你来了！那道空灵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我闪身来到古棺前，盯着这沉重的枷锁。是你一直在说话吗？放我出去！你自然知晓答案。我随手一剑劈开棺木，妖气纵横间，一名绝美女人缓缓睁开双眼，她的气息起初呈天地圆满之势，却又诡异的迅速跌落，最终停在圣人境。她飘向我，不容分说的紧紧将我抱住，这种熟悉的触感竟让我生不出半分排斥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青帝大人！一瞬间，识海深处涌出无数画面，一尊青袍身影脚踏莲花，对着亿万妖众冷喝：今日便是我们妖族踏上苍天的时候，随我讨伐神族。画中的面孔与我一模一样，我是青帝，可青帝是谁？神族又是什么？我茫然低语，怀中的女人已力竭睡去。我抱着她闪身回到冰焰虎身旁，她惊叫道：这是妖皇大人，这就是你们的妖皇吗？那你可知道青帝？冰焰虎浑身颤抖，惶恐叩首。当然知晓，青帝那可是妖族的传说，唯一真神啊！他告诉我，70万年前青帝以无敌之姿统治妖界，曾在抗衡神族的大战中以一敌十，重创诸神，最后开辟妖界保全种族。那你可知青帝模样？不知。青帝的画像和石像都湮灭在那场大劫当中了，只有少数妖族知晓。妖皇大人就知道。我看着沉睡的妖皇，心情复杂。天道让我寻找的8具尸骨，难道全是我曾经的化身？我收起那口棺材，吩咐冰焰虎：行，那就离开此处吧。地图标注的青帝尸骨必在万妖山中，而我必须揭开这场横跨数十万年的阴谷。